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生肖兔注意，2025年下半年这几天千万别投资，破财危险高。生肖兔的朋友们，马上就要进入2025年下半年，作为本命属兔的你，可能一直期盼着事业和财富的双双提振，但同样需要提醒你，除了好机会之外，下半年也藏着几个特别容易破财的时段，稍不留神就可能让血汗钱打了水漂。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为什么下半年会出现这么几天绝不能贸然投资，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日子的高风险，以及该如何规避破财的陷阱，让该赚的钱赚回来，而非一时冲动后悔莫及。先从命理五行来看，生肖兔的地支为卯，五行属木，木有生发、温润之象，代表着成长与机会，但也最怕被金克或被火焚。2025年流年为乙巳年，天干乙木，地支巳火。上半年乙木的月令支柱还算顺遂，木气旺盛，事业和财富都能持续增长。进入下半年，流月转到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等，木气受到土、金、水的多重制约。具体来看，己未月为土中藏乙木，可缓和木气，但未中又含火土，使得木火过犹不及。庚申、辛酉两月金气当令，对木有明显克制。壬戌、癸亥两月水旺生木，但水生木也要看土金消化能力，一旦水过旺就反而压制木气。由于木为属兔人之本，下半年这几个月的五行失衡就成了明暗交替的热土，既有机会，也暗藏多重挑战。尤其要注意天干地支的冲刑组合，往往在这些节点上，平日里还能靠运气撑住的风平浪静，会因小小的冲击而引发大规模的损失。在正财方面，下半年属兔人依旧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主业收入，不必为基本生活发愁。但问题在于，身为木象之人，一旦木气受制，思维就会出现迟疑和不决，工作效率和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比如在己未月中下旬，你可能在准备合同签订或者项目推进时，因为犹豫不决，错过最佳洽谈时间，之后在庚申月里又容易因过度追求完美而陷入无休止的细节打磨，导致客户或上级对你的耐心耗尽。更糟的是，如果把额外奖金或积蓄拿来做大笔投资，一旦遇到上述高危日，往往成了断财之日。因此，下半年若要保住正财收入，就要坚持本分本业，把精力重点放在保证工作产出和项目进度上，不要轻易把主业资金转投到不熟悉的业务或理财产品中。说到偏财，我们就要重点警惕几个破财高危日。结合2025年下半年流月与凶星运行规律，我们可以锁定4个时间窗口。农历7月初6至初9，相当于阳历大约8月15日至18日，7月念1至念4，8月底9月初3至初6，10月上旬，以及12月初5至初8，2026年1月中旬。在这几段时间里，天干与地支多处冲刑，尤其阳刃、劫煞、王神等凶星在命宫或财帛宫中频频出现，警示破财风险陡增。比如7月初6至初9这几天，流月己土与乙木相冲，木气被土所压，代表偏财机会虽多，却也混杂着高风险的诱惑，极易让属兔人因贪图一时利好而陷阱中。7月念1至念4则正值庚申月，庚金极旺，金克木，
投资直觉最容易失真。很多不法分子会利用金牌爆款、限时抢购等营销手段，把你裹挟进高风险项目。到了9月初3至初6，流月壬水与生柱偏财的木形成错乱，水多则木沉，这时任何高回报项目都有画饼充饥之嫌，一旦入局就难全身而退。最后癸亥月初5至初8，由于亥水旺相，木气虽受生却又被透支，一旦信息不透明或合同条款不严，极易血本无归。简单的说，这4个时段就是命理上对属兔人摆放的陷阱，请务必在这几天把投资的念头、冲动统统压住，宁可守财也不要冒险。那么平日里该怎么做才能既抓住好机会，又避开暗雷？首先要做的是理财分层，将资金按保本、增值、激进3档划分。第1档占总资金的50%到60%，放入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稳健工具。第2档占30%左右，用于稳中求进的基金、债券或低风险类产品。剩余10%则可作为试水资金，用于小额的高风险投资或限时抢购。这样一来，即便在破财高危日里尝试新项目，也不过是拿出小头寸，风险可控，不至于因为1、2次失误就全盘皆输。其次，要建立信息过滤和决策流程。投资前一定要先查平台资质，查看第三方评价，阅读用户反馈，以最基础的安全性为前提，再去评估潜在收益。不要轻信朋友圈的内部消息、网红推荐，遇到高回报承诺，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再者，下半年心态的管理也不可忽视。破财高危日临近，属兔人往往容易被市场消息裹挟，出现潮起潮落的跟风心理。勤加冥想或呼吸练习，让自己保持冷静。遇到市场波动时，先暂停交易，给自己一个缓冲。如果情绪真的无法自控，不妨暂时离开市场，用运动、旅行或与家人朋友的交流来分散注意力，等心态平稳再做判断。总而言之，2025年下半年对于属兔的朋友而言，既有潜在的投资机会，也存在命理层面不下的破财高危日。在庚申、辛酉、壬戌、癸亥这些流月里，以及上述4个重点日子里，一定要严格控制投入，保持理性头脑。记住，真正的财运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稳健的累积与科学的风控。只有在平日里做好分层配置，建立信息过滤和决策流程，管理好心态与身体，再加上适度的风水辅助，才能让财富稳健增值，而非在暗雷中被一击致命。祝愿所有生肖兔的朋友都能在下半年守住钱袋，稳健理财，实现财富与人生的双向提升。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哪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